今天早晨呢，看了中国国内的一个人写了一个东西，写的还挺长。这个人叫胡锡进，这个名字他那个什么狗屎名字乱七八糟的，咱就不说了，因为挺多的，什么胡建伟、胡这个胡那个啊，胡说八道，反正姓胡，所以胡说八道是本源。他发了个文章，这个文章呢，貌似很悲天悯人，说在中国国内苏州有人跳楼。这个男的在跳楼之前呢，楼下有很多人，这些人呢就起哄，刺激这个人跳楼的这个人，说你都得没跳了，不跳不是人。那最后这个人就跳楼自杀了。胡锡进呢就认为这些起哄的人呢太脏了，这种场景太脏了啊，这些人都没有道德，是应该被谴责的。我呢今天看了这个胡锡进写的东西以后，我就想，我说他妈胡锡进是最脏的，就中国比胡锡进还脏的出来的人也有，但是冒出来的就少多了。就是你是一个无限脏的一个人，你怎么有脸说别人呢？中国股市改了注册制以后，改了中特估以后，是一个纯的割韭菜的市场，是一个纯的把中国老百姓财富洗干净的，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专门割韭菜的屠宰场。所有中国老百姓进去炒股，就是等着死，等着被人割呢。你早不弄晚不弄，就在这个注册制、中特估，在股市成这么一个完全的屠宰场以后，你开始在中国带头炒股，让更多的人跟着你一起学习进入股市。你这属于批量的让大量的中国散户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，用你自己所谓的带头作用，让一大帮很盲目，因为但凡有脑子人不会跟着你啊，很盲目、很没有脑子、很蠢的人跟着你，然后进这个屠宰场。其实我觉得你比楼下的这些起哄的人脏多了，他们只是鼓励一个人跳楼，你是带着一大堆人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。其实你那五脏六腑应该全是黑的，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你不值当做这种损阴德的事儿，中共不可能拿枪逼着你去让你干这种损阴德的事儿啊！你干这么损阴德的事儿，让这么多人进屠宰场，最后被中共把最后那点东西都捋干净了、压榨干净了，你还不觉得脏？你还有脸说别人脏？所以呢，中国国内的这些精英啊，以胡锡进为代表的一些精英啊，就真的太不要脸了，太无耻了。可见一斑啊！我以前也觉得我挺坏的，真的，我觉得我挺坏的，说话都不给人留面子，这那的。那现在我觉得我成君子了啊！我其实挺想当个小人了，因为实在是太脏了，这些人自己在那坎儿成批量的劫财杀人，笑哈哈的，然后说别人脏。当然，中共自己豢养的这些专家学者，其实有一个算一个，一个一个都很不要脸，都心狠手灰啊！我没关系啊，我骂他们，他们也可以骂我啊，随便，你们在这也可以骂我，没关系，都可以骂我啊！但是没关系，因为自由民主的世界嘛，西方自由民主的 YouTube 是自由民主的，所以我肯定随便说，我肯定随便骂，骂完了谁愿意骂我也随便骂，但是我要发表我自己的观点，我拦不住。对，像胡锡进这种人，就是干这种事儿啊，就是胡说八道的啊，这是一种典型。另外一帮中共的专家叫直接转移视线的，也是个主流干坏事。很多人啊，国外这儿不好，国外那儿不好，全世界都不好啊。这个韩国要完了，越南要完了，潜台词中国最好。你中国好个屁呀！就算人家韩国完了，越南完了，中国你跟你有个屁关系啊！你中国人该活不下去活不下去，跟人家有啥？天天在那讨论外面的事儿。你看我讲这个东西，从来不说外面的事儿。你中国人，你中国自己都活不下去了，你看人家干嘛呀？对吧？你们家媳妇儿天天让人家睡得稀里哗啦的，你们家自己所有东西都是绿帽子的，你看人家还你看他们家有一个女的跑进去了，你说你不是神经病吗？
天天在中国国内这么多戾气形成的大量恶性事件，天怨人怒的。你看这石头砸下来，砸车上死6个人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你说哪有这么巧的事在中国？天怒人怨的。现在就现在这专家干的事然后全外面或者呢带节奏胡说八道。前段时间直播上很多人都问我，那在中国都特别普遍的消息，中国人很牛逼，轰6吓退美国航母啊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前段时间直播中有人问我翟老师，轰6能不能吓退美国航母？网上全是，我当时就跟你说，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这谁说的？没看国内军事专家大 V 说的，还玩命评价，借此说中国有多牛逼，吓退美国航母。这中国人真的都是傻的，说啥都信。就我上回直播完了告诉你们那是假的，不可能。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中央军委的文件，轰6执勤这件事发生是2019年，跟人家美国航母屁关系没有，是作为一个优秀执勤事件来的，跟人家连800杆子都打不着，别说8杆子。是今年中央拿2019年轰6优秀执勤事进行了表彰，都能让中国的军事大 V 给编出一个轰6驱逐美国航母的故事来。对呀，这他妈这假的也太假了！航母怎么轰6驱逐？我也特想知道。这假的太假了。为什么当时我就说，因为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不是现在，是30年前形成的，就叫超视距攻击。超视距侦察跟超视距攻击，航母的编队水上的防护的第一层的距离是1000公里，水下的距离是200公里半径。1000公里200公里，那是中国1/3的画圈的话，得有那么大一个半径，这不1/3、1/5的一个半径啊，因为上下就2000公里了。对啊，1000公里。那么对于半径1000公里啊，中国对于美国航母的攻击，在中国军方自己讨论的里，在我知道的时候是一点办法没有。还特地看了一下，因为我是军队大院的，跟军队的很多人都特别熟，我们中国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。人家美国最上面是卫星，再往下是预警机，航母自己飞机跟着卫星和预警机的指导，人家航母上无数批种各种搭配很好的各类的飞机，这些飞机带的空地空舰导弹最少都是能打300公里以上的攻击范围的。也就是不管是军舰上对空的还是地面对空的，这些防止飞机的导弹打100-200公里就很不错了，因为它要从零加速起来去打，而飞机是飞的时候有惯性，它又在高空打下面，所以打的范围很大，所以他打底下这些东西随便打。而中国现在取别说中国了，全世界包括美国最好的地面跟水面雷达也侦察不到100公里以外的东西。为啥？因为地球是圆的，你侦察不了，你就超过地球那个半径了，只能在天上的预警机才能查到1000公里以外的。所以你怎么去弄航母？你航母个屁，你都进不了人家1000公里的圈儿。航母还分到轰6还飞到航母战斗群上，轰6飞个屁！人家预警机，人家没有预警，没有干扰，没有一切东西，你航母飞过去吧，你就只有在梦里才能出这样的场景，只有在梦里。航母都是编队出来的，美国航母都是编队出来的，航母从来不是单个的航母，都是编队。为啥在南海在东海人家逼中国到这样的情况，中国都不敢动手？因为陆基雷达不好用，看不见，中国去啥都是被人家完全压制的。说实话，连找到人家在哪儿都不知道。